敢同时爱上好几个女人的男人才有资格去经营长期关系。不信的话，你就看一下那些执着于1v1的那些男人，他们很多我说实话，条件都是不差的，甚至年入100万等等比比皆是。但是下场呢，大概率就是被冷淡、被拒绝、被当朋友、被个3-5年。反倒是那种身边有多个异性，并且他还能够维护好1v1关系的那些男人，他最后反而能够得到一段忠诚、体贴、情绪价值各方面都拉满了的优质关系。所以说兄弟们，记好一句话，强男从不执着于1v1的关系，这是你在35岁以后实现财富、爱情双自由的底层逻辑。凡是沉溺于经营1v1关系的人往往呢活得比较痛苦，而且还内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兄弟觉得说谈恋爱真他妈累原因就是因为你总是想要抓住1v1的关系，通过一个女人去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比如说情绪价值、成就感、安全感，还有什么征服感等等那问题就来了，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各方面都能够满足你的女人吗？不现实，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你喜欢一个漂亮的女人，那相对的你肯定就得不到安全感，你注定要接受她身边源源不断的优质异性再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事业独立的女人，那相对来讲的话，你肯定就得不到足量的情绪价值，人家既没有那个心思也没有那个精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依然还是在执着于1v1的关系，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觉得自己付出了一切，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你会觉得不舒服。而女人呢，她也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也给到了你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了，但是还是就是你是不满足她的她会感知得到，慢慢的她就会很容易觉得累。那相对的我们再看看那些活得风生水起、取得成功的男人，他们思考问题的维度从来都不是1v1，而是去如何经营好1vn。从年轻女孩那里得到活力和情绪价值，从成熟女人那里得到安稳和心灵归宿，他会过得很自在，而且跟着他的女人也会过得非常的轻松。我知道很多兄弟听到这里呢，会觉得心里会很别扭，很正常，因为在古代呢，这种 1vn 的思维它是一种反人性、反直觉的地面之术。项羽的故事呢，大家都清楚对不对？他叔父教他练剑，他拒绝了，还说练剑呢只能对付一个人，没啥意思，他要学就要去学对付万人的本事。那这不就是俗称的万人敌吗？那什么是万人敌不就是 1vn 思维吗？这是心法兵法，同样也在现在来讲呢，运用在你的事业跟爱情一样的，它是一整套体系的。你就算把一个女人研究的透彻无比，最多也只能搞定这一个女人，对吧？而且过程应该还会累得够呛。但要是你去钻研营销心理学，或者说你在跟人交流多学学人性，或者是去学习提升那你就能够去塑造一个强大且富有魅力的自己。那我说实话你根本不需要主动做什么，自然就会有无数的人被你吸引。这就是 1v1 跟 1vn 的差距，前者费力不讨好，后者轻松就能达到。我们再来看一下日常的生活中，那些能够在职场上身居高位的人，他们会去经营 1v1 关系吗？不可能，因为 1v1 的关系本质就是员工思维。我领老板的工资，对吧？我在他的手底下干活，那我们要作为创一代想要吃更多的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是不是就要换一种思维？否则你即便做的再怎么出色，也一定爬不到高位。那对于老板而言，可能好员工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优秀的零件，随时是可以替换掉的。而老板为什么能够随时替换掉他？就是因为老板玩的是 1vn 关系。我直接再招几个、10几个甚至上百个进来，我整合出属于自己的一套 1v 多的这个系统，这就是维度上的绝对碾压。包括那些天选打工人，他们能够在打工体系里面混到顶流，靠的其实也是 1v 多的思维。比如说销售这个行业，对吧？最开始的时候是维护一个大客户，后面呢就是跟多个客户同时沟通，再到后面想要更进一步的话，那只能从点对点的销售模式转变为营销模式，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口碑，一个行业信号。那到这个时候，他就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销售员了，而是摇身一变成了一个 IP， 树立起了一个品牌。那到时候他就不用再去主动找客户了，因为有无数个客户会主动来找他。兄弟们，其实 1v1 关系的成功，从根源上去溯源，就是 1vn 的关系上的成功。毕竟女人想要的是成功的男人，朋友呢也希望结交成功的这些伙伴，合伙人呢也需要强有力的靠山。
这些1v1的关系的背后，本质上都是需要价值支撑的，都是期望将自身的生存成本转移给对方，对吧？要是你在1v多的事情上面没有取得成功，那就没有办法满足这些1vn 的关系需求。那当然了，焦哥也经常跟兄弟们去做沟通，我很清楚你们的痛点是什么，你们其实是想尝试1vn 的模式，对不对？但是大部分兄弟是害怕有风险的，万一没有稳住，反而会坏掉自己的名声、事业、家庭。就像上个月有一个兄弟42岁，刚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于是呢就腾出了精力想要开始去尝试 1vn， 但是呢因为没有经验，没有做好平衡，最后这个女生反倒去问这个兄弟说，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什么身份啊？我当时让这个兄弟怎么回复的呢？就是身份这个东西啊，靠嘴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说你想的话，那我可以在嘴上跟你说你任何想要的身份，但这种关系并不能够束缚我，也并不能够说服我。在我的眼里，一段好的关系是每天对你好一点，你每天呢也多爱我一点。等爱攒够了，你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身份。其实所谓的身份，在你我的感情面前不值一提，不是吗？兄弟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给他做任何的承诺，因为你无法兑现的承诺就是一种欺骗。焦哥这里是严重杜绝这种情况的啊，兄弟们。那这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让他把目光聚焦到他自己的身上，让他学会去享受这个过程，让他学会先享受这样的一个关系，你才能够得到一段轻松的、自由的、滋润灵魂的关系。而他呢，也会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慢慢的成长，直到成为一个更努力、更成熟、更完整的自己。这个时候，你们的关系啊，就会彻底的进入到另外一个 level。当然了，我可不是鼓励你们去四处留情啊，要是你非要这么去曲解的话，那就是自甘堕落咯。那焦哥的意思呢，就是你们一定要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去学习营销知识，去学习提升一些政治、经济，包括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律，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你要看懂人性。所有的规律其实都是人性的底层逻辑在运转，所有的书到最后呢都是道。你能走多远，从来不取决于你多会算计，只取决于你把人性看透了几分，运用了几分。还是那句话，多看焦哥，多学习，懂人性，用人性。